大家好，我是麦克。今天呢，我们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健康之道的前言部分。那前言呢是真的这个先生罗写的在一本书的前面他自己写了一个前言。罗上来就说，健康之道不只是关于我太太珍·罗伯兹13年前在纽约埃尔梅拉医院住院以及到死亡的，从住院到死亡的这样的一个记事不只是关于，而且是13年前，也就是说在写这个前言的时候是1997年，因为这个珍住院是1984年，也97年的时候这本书《健康之道》才出版，在珍去世13年之后。罗上来就说，这本书不是仅仅关于他太太的住院到死亡这件事他说我长久以来一直想着他能出版，心中感觉而且知道他还可以提供更多的多的别的东西。他知道不仅是关于珍在出神状态或者离体状态为赛斯一位他自己称他自己为能量人格元素的人发言的优秀能力。对，赛斯是一种能量人格它是一种能量人格，它不是我们的物质人格。我们平常自然的三维世界的都是物质，它是能量，并且也关于在一个人生过程中能够并且的确会升起的所有庞大的复杂挑战。他在这本书里也给大家介绍和展示了一个人的人生有多少种可能然后罗说，我学到，这是罗学到了，我们的生命并不只是简单的从生到死这么直接的顺序来进行的。按照我们三维世界的观点，我们从出生是个起点，死亡是个终点，这中间呢，我们会经过很多的人生的这种事件经历。那这是呢一条线，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人就按照这样一条的人生轨迹这样一条线来发展，这是所有人在三维世界的人都是这么认为的，我们就在这条线上。但其实呢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真实的人生不是这样子的。这是罗在多年学习赛斯之后的一个领悟，也是他在真去世了13年，他也不断的整理学习研究赛斯资料他的一个领悟。他是非常把这个分享给大家的他说正好与之相反正好与之相反。那我们的人生，他说我看到的每个人都旅行在一条最古怪的岔出和这个迂曲的这个路上或者叫迂回的这个道路上，这样比较好。那是以我们既有有知，就是现在我们有知觉的，以及我现在很确定又不知的方式，深具创意的一条路。这里头简单解释一下首先对于我们人来说，在三维世界的我们觉得是有这样一条人生路的那这样的一条路呢，我们认为是从生到死但是这条路呢，按照罗的说法呢，是不断的岔出去又迂回回来，就是在所有的可能性里面呢这样岔进又岔出，这是罗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是这样有这样的一个分支的。好了，我们现在来画一个简单的示意图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人生的这样的一个轨迹和这个可能性在这里面起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第一层理解，我们先说第一层理解就是一般人认为呢自己是从生这样人生开始这个轨迹不断的发展人生起起伏伏
啊，一直到最后终点啊，到死。这是我们绝大部分人啊认为的，我们的一生就是这样子的啊轨迹啊，任何一个，这是一个单线条的啊，一个有箭头方向的啊，它是有箭头方向的，它是这样子的啊，从生到死的一个轨迹的。对，然后呢，现在罗呢，他通过自己的领悟和学习，他领悟到了啊，人生要比这个要复杂的多啊，在他的目前的认为里头啊，我们从生开始，然后呢，我们经历了很多的选择啊，选择一，选择二啊，然后又开始选择啊，又有新的选择啊，又有新的选择，每一个路上都有选择啊，这样的分支啊。这样每一个路上都有选择啊，这样的轨迹啊，这是罗认为的人生的这个每一条都可以再岔出新的来啊，这是到最后呢又有一个死亡啊，这是罗认为呢，说我们的人生呢应该是感觉的应该更像是这样，就是我们的人生是这样，我们从这里插到这里去了啊，然后插到这里之后呢，你怎么能又回到这个节点中来呢？他认为呢，这里面这个方式呢，这个过程呢叫岔出了，他认为是你的人生在岔出啊，然后从这个节点呢又发展，他又迂回到这里去了啊，他认为这样的一个状态，就这样一种可能性到这里头，他又迂回了啊，他又迂回回来了。迂回回来什么意思呢？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好理解。就比如说晚上的时候，有你朋友叫你出去吃饭，然后呢，还有呢，比如说女朋友叫你去逛街啊，这两个可能性选择。那你选择跟朋友去吃饭，你就没有跟女朋友逛街，这两个可能性呢，这就岔开了。比如说一个是到了晚上一个是出去跟朋友吃饭，对，这是一种。然后呢，这和女朋友逛街对，和女朋友玩去逛街，但是这两个可能性岔出去之后呢，你不论选择了哪一个，另一个呢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可能性，但是呢它也对你来说，不论它是不是发生，对你来说只发生了一件事，你就岔出到跟朋友吃饭这个了。但是到了晚上呢，你还是要回来你要到了晚上，比如说到了这个10点，假如说晚上10点，你又回来要睡觉，对，你要回家睡觉了对，这睡觉这个点和另外一个可能性，比如跟女朋友出去逛街吃饭到晚上10点你也回来，假设你10点钟假设你还在大学宿舍，10点钟必须得回宿舍睡觉，假设10点是一个节点，那这样不论这两种哪个可能性，你又回到10点睡觉这个点上了，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又有两种可能性，比如陪女朋友去买电脑另一个是跟朋友一块玩剧本杀。对，第二天早上到早上它又有分叉了那到了第二天的晚上可能又回到一起了这个分叉又归拢到一起睡觉。我用这个简单的例子概念，你能明白什么叫岔出什么叫迂回这是罗在告诉我们，这所有的可能性我们人生中的可能性是这样的一种，人生是这样的一种结构，而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单一的它是岔出去又岔回来又回来绕回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一种对人生的这种理解。那更进一步的理解呢光人生的更进一步的理解是什么样子的呢？是我们的人生是比如说从生到死从生吧，然后呢它有这样的很多的这是一生从生到死，然后呢它又有从生又有一种从生到死的这种可能性它是又有一种从生这是不同的轨迹。而在这种的第三种认知里面呢，我们的人生是怎样的？我们人生是在不断的跳跃的我们从这个点，我们可以这个穿越到或者切换到这一点，也可以切换到这一点
你也可以切换到这一点，也可以切换到过去这一点啊，哪一点都可以啊，你可以切换到任意点。所以说你的人生呢，基本上是在这种平行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里面，你是不断的在切换啊，不断的切换。但是呢，你不知道自己在切换，你感觉不到自己在切换。所以对你来说呢，你的人生呢，就是假设你从这儿切换到这儿了，你感觉你的人生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从这儿呢又切换到这儿了啊，然后从这儿又走到这儿，然后你又切换到这儿了啊，切换到这儿，然后从这儿呢又切换到这儿，然后切换到这儿啊。就对你来说呢，你感觉你的人生呢也是一条轨迹啊。我换个颜色来表示啊，你的人生你觉得也是一条轨迹啊。对，但其实呢，你不知道的是，你是在不同的这里面在切换着呢啊。那对于这我画粗一点啊，就是你的人生，我刚画红的啊，就认为你的人生是这样的一条轨迹。其实呢，你是在几个人生，我就这里面画了3个，你是在3个人生之间的来回的切换，你不觉得啊？那对于这个单一的这个人生来说，比如说对于这个第一种人生来说，他也没有觉得在切换啊，他也过了他这一生，这黄色的这个线也是他的一生啊，他不觉得在切换，红色的这个他也不觉得在切换。蓝色的这个也不觉得自己在切换啊，他也在过着自己的一生啊。绿色的这个也是一样的啊，他没有觉得在切换。对，但是其实呢，不论红的、蓝的、绿的、黄的，他们感觉没切换，其实他们的人生也是在切换中形成的。就是这是黄的这条线，其实也是类似于红的这条线一样，它也是在不同的可能性中去穿梭形成的。但是对于你来说，你并不觉得是这样啊，你觉得是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在中间去分叉了在迂回了啊，这是第3种对于人生的这样的认知和理解。那第4种呢，其实呢比这个还是要复杂就是真实的人生要远比我们人的脑子能想出来的还是要复杂第4种呢，就是我们以前说过的，类似于一个叫法拉第球的这么一个东西。这一个球体中间是一个放电的东西。这个放电的这个东西呢，什么呢？就是你的意识就是你的意识你的意识呢就不断的向外放电。法拉第球你有没有见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那个东西一个发光的球一个带静电的外头是个玻璃表面，中间是一个带电的东西，带静电的。然后呢，在这个中间的跟闪电一样，这个电滋到了外面，到了球外面会打出一个亮点，然后中间会有一条轨迹从中心到这个轨迹的这是一条轨迹这是一个过程那整个这个过程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我们现在只是说理解粗浅的理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从意识一直到实相的这个过程。我们打到这个玻璃球体上面形成了这一条点，中间呢形成了一道轨迹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从信念到实相的这个过程或者叫意识到实相从一个思想到一个物质的相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么一条闪电我们画粗一点。对，我们就是这样一条闪电就过来了。对，那这一条闪电呢，就是一个念头变成一个实相的这个过程。那最终呢，在这个球体的表面，那这里形成一个点形成一个点。对，如果我们想象的是一个立体的球是个立体的球的话，那这个表面上有很多点，有很多实相，对不对？你每一个念头就会产生一个点，每个念头就会产生一个点，对不对？有很多个这个点。那在这个从这个球体的表面，从这个球的表面上来看我看假设这是一个球，球的表面上有很多很多点，你可以把它连起来，对不对？你的球体的表面这些实相的点连在一起它就是你的一个人生
它就是你的一个人生啊，你的人生就是这样啊，由这个球体上的不同的点啊，你选择把它怎么连在一起啊，这就形成了一条轨迹。这就是我们三维世界的所谓的人生，就是这一条球面上的轨迹。那它是呢由你中心的意识啊投射出来，在这样的在时间，你把这个球这个壳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种时空的限制啊，它是一种时空。你的意识啊在时空里投射的这个像啊，就是这么一个点。然后在这个时空的这个壳上的这些像的这些点，你把它连起来啊，比如今天干了什么，明天干了什么，现在干了什么，这些都是像。那这些实相连在一块儿，就是你所谓的一个人生啊。这是啊我们啊一般人啊对人生的理解呢，我们都只停留在第一个层面啊，能理解到第二个层面的人啊就已经很少了。那第二个层面基本上就是啊量子力学的这个状态啊，就是左右啊可能性都存在的啊，你可以来回的去进来出来啊。到第三个境界呢，它就更高一层了啊，它是在多个平行的啊可能性的你中间啊，来不停的跳跃啊，来穿梭啊，这个叫类似于量子的这个跳跃啊，叫量子的跳跃，也叫飞跃，也叫跳跃啊，就是这个词啊 ，leap， 就跳来跳去的啊，这个跳的过程中间，这个词跟一般的那个跳是不一样的，一般的什么 jump 那些的都不一样啊。这种是量子之间的跳跃啊，量子之间的这个跳跃，它是没有时间啊，它不需要时间的啊。一般的跳跃都是要它这种力不需要时间啊，可以切换的。我们切换比较合适啊，无时间啊，直接就过来。对，那到了第三个到第四个层面呢，那它就更立体、更具体化了，它更接近于我们啊，我只能说它接近于我们的实相，它还不是这个实相啊。它就有这样的一个，你想象你的脑袋就是一个球啊，你的脑袋就是这个球的中心的这个核心，它里面是你的思想和念头，你的脑袋里的思想和念头向外辐射啊，打到时间和空间组成的这样的一个架构。那我们用这个球来类比的话，那这个时间和空间组成的就是这个球体，就这个壳啊，叫时空啊结构。我们也管它叫意识的边界，或者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叫做意识空间啊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时空的边界上呢，你的意识就形成了一个像。那这个像呢，有可能是三维的具体的像，也有可能是你只是你的一个脑海中的一个图像啊，都可以啊，都不重要，不一定非得是三维显现的像。那我们说三维的世界的话呢，我们就想象呢，它是有一个三维的像在里面啊。如果我们从三维讲，那都是三维的像。那如果我们从更高维度讲，那这个像不仅是三维的啊，脑海中的想象也可以。对，所以说在这个球体中呢，就形成一条红色的这个细线啊，就是你的人生啊。粗线是一样，现在太粗了。比如说呢，还有什么？还有可能是绿的，对不对？还有可能绿色的一条线啊，这些点，这绿色的线是有无数个点组成的啊，这里面的这条有绿色无数的个点啊，还有可能是黄色的线，对不对？如果是黄色的线，那就是黄色的点组成了一条你的人生轨迹啊。对，这是第四个啊层面。那我们还说还有吗？有啊，还有第五层面。对，那我们的第五层面啊。那我们的人生呢，它到底应该是啊什么样子呢？它更像是一种，我随便画一个啊，这个东西不是很合理。我们想象一下，这是一个我画的这个方块啊，它是一个场啊。我们说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场啊，意识场啊，它是一个意识场啊，或者叫意识能量场都行啊，我们就简称它意识场。那在这个意识场当中啊，所有的东西呢，它都是啊同时存在的。我们刚才说呢，你这有一个的意识焦点，那它有无数的念头和想法，同时呢，然后这些不同的念头和想法啊，它连在一起，就成了一条人生轨迹。那其实，在意识场里头呢，像你这样的这种意识的这种焦点，这种一个中心的核心的东西呢，啊，我们认为啊，就是
以前就有个球体嘛，你还有个中心的东西概念存在的啊。而在真正的这个场域里头呢，它每一个点，我随便画，我画一个红点啊，这意识场中的每一个点，意识场中的每一个点，我就画一个大一点的红点啊。它每一个点都相当于我们刚才在第4个状态中的这一个球啊，这一个球体啊，在你的意识场中只相当这么一个小点点啊。而整个意识场呢，是由无穷无尽的这样的小点点组成的啊，它们彼此之间呢还相连啊，有无数的这样的点啊，无数的这样的点组成了这样的一个场域啊，也就是每一个点放大出来啊，它都是这样的一个球体啊，也就是说有无数种可能性的你的啊，在这中间啊，要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场域，这是啊更比较接近于现实的状态。而你的所谓你在3维世界，那我们说我们在3维世界的人生啊，我们为什么非要？因为你只能理解3维嘛，我只能用3维来给你举例子嘛。那如果你非要用个3维世界的人生啊来理解和套的话呢，你可以想象中啊，你在这个3维世界的所有的点的状态，它都是同时存在着的啊，就是你既在这一点，也在这一点，也在这一点，同时都在啊，因为你只能用3维性的这种用同时来理解啊。那这一个呢，就是对很多人来说就是很烧脑，他无法理解什么叫同时性的存在啊。对，所以说，那你能3维就只有这个词啊，才能解释啊，才能理解它。那它更真实的状态呢？它们更真实的状态，它们其实是处在一种量子态里面啊。它处在一个量子态啊，但是呢，量子态我们用3维语言就很难理解它。它们既处在量子态，又处在纠缠态里面啊。量子态的特点是什么啊？量子态特点主要是有2个，就是所有的可能性啊，这量子态的这个特点啊，所有的可能性同时存在啊，所有的可能性，然后呢，它们在同时又是纠缠在一起的啊，对，它们会纠缠的，会有量子纠缠和量子叠加啊。说这呢啊，就比较接近于我们的这个对世界的真相的啊一个理解啊，我们对它的更接近的一种认知啊。那在这个认知之上还有没有呢？还有啊，就如果我们不断的往上去探索，它一直啊都有一个更高一层的这个状态啊。它更高一层状态是呢，是连这个场也没有啊，连这个意识场都没有啊，连这些也没有，连这个意识这些点啊也没有。对，他们就是在一个一体性的里头啊，我这个东西就没法画了啊，它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理解的这个3维图画和理解的这个范围了啊，它是在一个一体性里面的存在着的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点，还有这个意识场啊，这里面的虽然每一个点都代表了一个意识球或者一个意识空间啊，这个不论你怎么去理解它，那这些所有的这些点，它们都合成一个整体性啊，它们是个整体性的啊。虽然这个场本身啊，它已经具有一个整体性，因为场嘛，就是一个整体的场，不论是电磁场也好，这个引力场也好，它本身就已经是统一的一体的了。但是呢，它跟这个真正的这个一体性呢还是有区别，因为这里面我们还是有点的东西啊，还是有这些态啊点啊这些东西的存在的。那再往下呢，真正达到一体性之后呢，是这些场也没有了，点也没有了，这些所谓的意识空间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它都是在一起的。这个东西就很难去描述它啊，它就比如说中间的一个点啊，也可以变成无穷大啊，这个点可以放大啊，放大成无穷大的一个宇宙啊。对，宇宙中的一粒沙子啊，也可以变成一个小点，一个小点也可以变成一粒沙子。它们之间是既连续在一起的啊，它是连在一起的啊。你看到我画了一条，它是既是一体的啊，它又是分开的
啊，它有点像我们说的黄阶分割的螺旋啊，它既可以无穷小，它又可以无穷大。无穷小包含在无穷大里面，无穷大里面包括着无穷小，这里面就是佛教说的七大无外，七小无内的那种状态。它既是一体的，但是呢，每一个呢，在这个状态下，它是感觉不到这种分离感的啊，它没有那个单独的这些点，没有这种意识空间，也没有这种分离感，它是一体感的啊。这个呢，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一体性，可以把它理解为它就是一切万有的这种状态啊。这是我随便这样来跟大家做一个描述，来谈到我们的人生体验、感受这样来说那我们呢，只是一般人呢，只是能理解到这一层和这一层这就已经挺好的了他就可以理解到这儿理解到这儿没关系还能理解到这儿，那就很好，那能接着往下理解，那就更好对，但是不论怎么理解你的意识的最终的状态是会进入这个一体性里面去的好了，我们现在呢就回到我们的这个内容本身，我们不去太多的深入这个话题本身我们大概知道就是行了。那这里面呢，罗呢只是这样的举了一个例子，让你理解我们的人生是怎样的然后呢，罗说那么挑战就在于了解我们与生俱来的这种创造力我们有各种可能性对，我们是所有可能性都有我们可以试着去锻炼生命使它随俗或者是听话可以让它跟随大流，随俗就是随着世间人的生活跟着大家的这个随大流的方式去生活，这是可以的没问题。也可以试着呢去锻炼一下生命去做一些挑战性的事情奋起而挑战让它呢按照你的主观意志来展开。听话的意思就是让你的生命听你指挥你是完全可以来掌控你的人生、你的生命的，而不能说这些无常这些未知、这些不确定的事情主宰了我的一生，不会的。你也可以放手让命运来掌控你。这时候呢，这些算命的不种古今中外的，他就都能算准你当你想拿回力量感，说我不想随顺我想让命运听我的话，我的命运我做主这个时候这些所有的算命的就没有用了算不了了，因为你已经掌控你自己的命运了，就等于说你把这个方向盘攥在了自己手里。但每个生命都有其自己的生命每个人有自己独立的，就是你虽然你拿回掌握方向盘的这样可能性，但是还有一个你也过着那种随大流的平淡无奇的生活。他想告诉你的是，在人生的这种岔路选择里的每一个可能性的每一个生命都是存在着的，而且我们都要尊重他们的存在他哪怕选择了一个平淡无奇随众的生活从众的生活，我们要尊重他。我们不能说你这样不好，你这样不对你必须得去觉醒，你必须得开悟，你必须得明白你必须得明白人生的真理。不需要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尊重他们对生命的选择，不论他选择去走上一条寻找真理之路，还是选择了一条过着幸福简单生命的人生的这样的一条路，我们都应该尊重他。这里头他想说的话是这个意思，我们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生命，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都是值得赞叹、值得尊敬的，而不能说我们只尊敬和赞叹那些去开了悟的生命，或者是正在走上开悟状态，或者正在寻找人生真理的这种生命，而那些过着简单的生命的人，我们就对他升起了一种看不起这种小看他或者是嫌弃的这种状态如果你还有这样的一种分别心的话那你离开悟那还越离越远，你还差得很远。如果你能从普通人的人生里头那种吃喝拉撒睡里面过着不开悟安居乐业的小日子的这种人生里头，你能看到，也能尊重到他们，也能认可他们，和那些所谓的高僧大德的人生都是一样的时候，
你才能真正的去掉了你的分别心，你才能不评判，你那个时候才跟开悟有一点沾边啊。否则的话，你一边嫌弃着别人没有开悟，然后一边沾沾自喜在开悟，那对不起，你这个时候那离开悟还离得很远很远啊，你根本就没有开悟啊。这句话里头想说的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很幸运的，你应该很赞叹啊，你有这么多的人生啊，每一个都丰富多彩，每一个都增益了你自己啊，所以说你不要去嫌弃这个嫌弃那个啊。他说我太太的生命与作品显示，我们甚至在出生前便能创造挑战和目标啊，这是他们的感受啊，就是他们都选择了很难的这样的一个开局啊，那个就出生前就选择了啊，比如真的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他母亲那样子，他生活条件是这样子啊。因为罗呢，他相对真来说可能是好那么一点啊，但是他俩都差不多啊，都是属于那种靠个人去奋斗、孤家寡人的那种感觉啊。然后在物质生命里头呢，当我们穿上我们的肉体，穿上我们的衣衫，穿上我们的信念的时候，我们一头钻进去实践完成那些特质。哪些特质呢？就是我们的潜能啊，我们人生有很多潜能，在三维世界里头，我们把肉体当做我们的外套，衣服那是更外面的外套。那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情绪那也是一种外套，它是一种无形的外套。当我们穿上这些东西的时候，在三维世界里头，我们就去在实践和完成那些特质就这些外套也是那些特质的一个外在表现之一也是在实践它，也是在完成它不是说这个身体、外套、衣服都不重要，重要在你实现价值完成，在你实现这个过程当中，不是仅仅是精神层面的。是精神和物质层面同时的它俩是相辅相成的，互为表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你要明白你外在的这些形象、衣服、身体、思想、情绪、状态等等都是你内在的信念的外在的体现它也是你价值完成的一部分不要说忽略它。然而呢，在我们创造出来的那些挑战里，我们能遭逢到什么了不起的意料之外的这种盘旋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挑战，我们比如说面对一个挑战，迎接这个挑战，我们接了这个挑战，但是其实这个接了挑战之后，你不知道后面会经历什么他的人生的乐趣也在于此你不知道他后面会经历什么，会体会到什么。你说那些开悟的人难道他们也不知道吗？那些开悟的人难道他们不能预知他们未来的这些接了这个挑战之后可能性会发展成什么样的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的挑战就他的这个乐趣也在于此对于一个普通的人来说他可以知道，就是他判断别人的时候当他判断别人的人生的时候在一个没有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这样的一个随大众的生活的时候，他能知道别人会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对，但是针对他自己他的一个主观的自己，他迎接了这个挑战接了这个挑战之后，他的人生会面对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这就是他的乐趣之所在，他就乐趣就在于此如果都知道了那就也没有任何乐趣了。对，但是呢，他的跟一般人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他知道他所有的这些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所有他要遭遇的这些挑战这些螺旋、这些盘旋都是他人生中的安排，都有他的深意，都有他的目的性。只是呢，我们站在当时的那个点上，我们可能不能理解，甚至有的时候呢，我们还不能接受这都是很正常的。不管你能不能接受和理解，它都会发生。而这样的一种发生呢，就是组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对生命的这种挑战非常有意思。所以千万不要认为
这些所谓的人都对自己的有知道。你说那不对啊，那为什么有的人一些高僧大德在自己离世的时候都知道自己要走了什么的这个他是可以知道的对，他也可以知道，也就是他想知道的一种可能性，或者他可以选择一种可能性去生活。但是当他去面对一种挑战的时候，因为他不断的去提升挑战的这个难度在不断的挑战、不断的提升、挑战在提升的过程当中他的人生对他来说也是充满了所有的这些未知的这种乐趣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他生命就是这么设定的。对，即便如此我想我们最终不管是在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层面上不管是在哪有知道还是不知道，或者两者都存在同时存在的状态下都会了悟到，一路上在学的同时，我们仍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在学的同时一路上一边学，我们仍然是我们自己。就这个本体性它不会丢失这里头很有意思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在于，就我们刚才说的这几个人生的模型，我刚才给你画了几种人生的模型里头不论你在哪一个模型里面的你的认知停留在哪一个模型里面不论你怎么跳来跳去，你的这个我的本体性在你没有真正的达到那种一体性之前它都不会丢失的。它的乐趣也在于此它并不是说我这个有了这个切换了，我是不是感觉到我从这个人变成了那个人？不会的你不论怎么变，你能察觉到变化和改变，但是你仍然知道这还是你，只是你变成了这个或者改变成了那个，这个你是没有变的这个持续性一体性或者本体性的这个存在感是存在着的那当然到了最后，到了一体性的以后的这个认知到你的意识升维了，升到下一个维度的时候你进入到一体性的状态的时候就没有这么明显了，因为那个时候你可以是任何的东西，在那个时候呢，你仍然还是有个你，比如说你可以是树木花草石头，也可以是风，也可以是雨也可以是阳光，都可以。但是不论你是什么时候，你仍然知道自己还是谁，这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在医院里，在那个医院里头真的某些方面是相当无助的。他待了1年9个月之后，他在医院里待了1年9个月他在1984年的9月5号星期三凌晨2点08分还是逝世了还是离开了。自从1982年2月份以来，他已经是第3次住院了他住了3次院。自真死以后许多人都写信来，都表示哀悼并且也在问为什么为什么真会死他有赛斯吗？他有赛斯不是吗？大伙儿都会问这种问题。他有赛斯怎么会死呢？他为赛斯说法21年之久，他同时也跟他一起写了6本书这包括他之前说的其实不止加上他自己的8本加上他自己的几本。那么赛斯没有打开适当的神通之锁的神奇钥匙，而就真脱离这个困局吗？这个难局吗？这是很多读者想问的，也是我们很多听众想问的问题，对吧？当他去世的时候才55岁他很可能再活上比如说20年，这是很正常的他甚至可以贡献更多的我们对赛斯以及他自己的知识如果他再传20年的知识又一套赛斯资料出来了整整30多本书你可以想象一下但是没有如果要选择成名的话，他很可以变得名闻全球的。如果真想出名，那就太容易了。你想想，
这样的一个人啊，具备这样的一种能力，能写出这样的一种智慧的内容来，是很容易出名的。可是真在接受了大概几次的电台和电视台的采访之后，我印象中可能就1-2次啊，他后来就拒绝了所有的媒体采访啊，所有的媒体包括报纸的采访和那种电视，当时已经80几年了嘛，都有了啊。新闻70、80年代啊，那是电视正火爆的时候啊，很容易借着这个电视就变成家喻户晓的人物了。但是他没有啊，他谢绝了这些媒体对他的采访，所以他没有啊。他说真、赛斯和我对这类问题所得的答案就在这本书里面啊。他说这本书啊里面就解答了很多读者的问题啊。真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非常有禀赋的统领者。首先我们要承认真是人，我们不要去神化他，我们不要去造神啊。我们本身就是人，我们也是神，我们不需要再去额外造一个神。就像释迦牟尼，他本身也是一个人，不要去神化他，说佛祖这么高的境界怎么也会去死呢？他为什么不能永生呢？如果真如佛祖所说，他已经能够超脱在这个6道轮回里头了，为什么还要肉身还会死呢？他为什么不能像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密宗里面的红化啊，就变成一道光，一道彩虹就消失了，一道红光，对。但是他为什么还能像我们正常人一样啊，也会死去呢？对，佛祖是在80岁去世的，对吧？我觉得这才是佛祖啊，他的真实的一面啊，他表现出来他人的一面，他对人的一面，他是既不排斥，又不担心，又不哀怨，说为什么我还是个人，为什么还有寿命，还有肉体，我为什么不能长生不老？他早已经过了这种分别心，早已经过了这种评判，他开开心心的做一个人啊，开开心心的做自己，开开心心的享受他这人生的这些寿命啊，这些几十年的寿命的状态。对，这就是我们正常人的不能理解的地方啊。你认为一个人有了神通之后，首先要做的应该就是长生不老啊？错啊！如果一个人他有了神通，首先他具备了这样的一个认知和理解，这个认知其中就包括对生和死的不执着、不分别啊。如果一个人他已经开悟到了对生和死还有这么大的分别心，还有这么大的执着心，说我一定要长生不死，我一定要长生不老一定要让我的肉体长存，那这样的一种分别，那根本就不能叫开悟啊！分别心都没去掉修行的门还没有入还去入门吧先不要谈后面的这些事情了。所以说这里头罗也强调赛斯真首先他开不开悟我们先不管他首先他是一个人。那佛祖开悟了吗？我们谁敢说佛祖没开悟？那佛祖是个人吗？是个人是个人就要遵循我们物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就是这样一个相。但是如果你执着在这个相说佛祖还会死，佛祖死这个相是怎么回事？你要执着这个相没有问题那你跟三维这些芸芸众生没有区别你可以继续去怀疑，借这个机会去抨击，去担心，那佛祖说的到底对不对呢？那他自己都会死那这个是不是也有问题呢？他有没有往生极乐世界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那最好能像耶稣一样死了还能复生这样呢让我们看到他这样的一个大神通，我们才更相信和认可他而你看这些人死了就死了，也不能往生关键是死了以后尸体还被烧了烧成了很多舍利子出来烧出很多这种像琉璃一样的东西连肉体都烧光了，对，等等所以说我们核心的点我们要明白真首先是一个人我们每个人也是一个人我们在这个人的身体上不要我们虽然在讲健康之道，我们希望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非常的健康、幸福、平安和喜乐，但是我们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对我们的这个物质世界的东西还是不能执着
不要觉得你可以超越在这个之上。如果你还有这种超越的想法，一样的问题啊，你总是想超越，总是想超越凡人的状态啊，总是不想甘于做一个凡人啊，你的这种还是一种分别心在作怪啊。你觉得你学了这么久，学了这么多年，你就应该表现出跟正常人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来啊，你觉得应该有一些神奇的地方在你身上发生，你觉得你就应该异于常人才正常啊，那你这样的想才是不正常啊，你就应该像常人一样才是真正的正常。所以说很多的真正的得道的人，他都明白这个道理啊，就像很多的这个禅宗的人都知道，那悟道之前都是烧水劈柴烧水煮茶，悟道以后还是过着同样的生活啊，这是这样，这才是一个正常的或者是一个真正的开悟的人的状态多年来赛斯的确帮助过他许多次，帮助过人许多次。除此之外，真和我还学到，宇宙里还存在着大半未透露的知识及感受之庞大的领域。赛斯帮过他确实很多次，但是这个主动权在真手里，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赛斯传资料的过程当中，真和罗都能感受到宇宙知识的之浩瀚无穷。虽然赛斯已经讲了很多很多但是针对于真正的这个宇宙的整体的知识性来说我们知道的还是非常有限的如果能更深入的接上或者汲取自那个神奇的迷宫，就是宇宙的知识，甚至会更好一些。但是我们已尽所能了，就是罗说我们已经尽力了，一直说到真去世这一个人用自己的一生，或者说后半生从30岁30多岁34岁一直说到了55岁，他们俩基本上是日夜不停的在做这件事情记录整理出版整个全套工作都是由他们两个主牵头完成的，就是两个人从传写整理校对打字出版到最后出版社来帮助他们出版。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工作量有多大的话，你可以试着自己写一本书，你就知道这个工作量有多大了他们光赛斯资料出版了31本还不算真自己写的小说，大概有10本左右所以说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工作量是什么样的。罗说我很确定赛斯仍在帮助我的太太，就是在他在真去世以后，他说赛斯还在另外一个时空里面帮助着真他们现在已合而为一了。他说他们已经在能量上意识上他们已经合在一起了，并且广义的说也遇到了他们在过去现在与未来认识的许多人他们可以穿越时空了由于某些梦他做了很多梦，我相信自己甚至自己存有他赛斯成为约瑟的那个部分也参与了进去。对，罗说他做了很多梦，在他的梦里头，他也就是他的那个存有，也就是他的灵魂的那个更大的那个部分就是赛斯成为约瑟的那个部分，跟鲁伯也就是真赛斯称之为鲁伯的那部分和赛斯他们3个其实已经在一起已经合在一起了已经在经历他们共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去了。他说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对既然赛斯描写实相说每样事物都同时存在着，我知道那是很费力才能理解的。他说我明白，对一般人来说这个是很难理解的，有时甚至自相矛盾的复杂的概念和问题有时还是自相矛盾，还是复杂的理念和问题，即使在这个世俗实相里也够我们忙活一辈子了。赛斯的很多的
理论很多东西用三维的角度来理解，它就是自相矛盾的啊。如果你跳高一个维度，那可能就不矛盾了。但是在你的认知里头，如果你认为赛斯资料的东西很多是前后矛盾的，甚至是悖论的啊，那是正常的啊，恭喜你看到了这一点。如果你看不到他们之间的这些矛盾，那也是正常的啊，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它也是不矛盾的。他说：“那么我想，罗说这本书显示出健康之道可能并且真的有很大的变数啊，健康之道是有很多可能性的啊，以某种顽固却深植于心灵的方式。”我们每个人都得做出自己的选择，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就如人类的一项所为，我们自己做自己的选择，真有真的选择，真的人生显然展示了这一点，并且是以我们42年的前结婚的时候，我俩在意识上都鲜少知觉的方式展示出来。他的意思是什么？他就说，在他42年前结婚的时候，他们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意识的决定，就是珍和罗他们两个虽然是有42年的婚姻之久，这个时间有点不对我觉得这个作者可能写错了这不是42年不可能42年，因为这时候珍才55岁32年才12岁我觉得这个时间呢写错了可能他们大概是在将近珍在28、9岁30岁不到的时候他们结婚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已经表现出意识上的不同来了当珍住院21个月的期间1年09个月就21个月，珍、赛斯和我对于他的身心状态都说过很多话，而我往往是在压力非常大的状态下尽我所能，以自创的速记法记录下来的因为这时候他要照顾一个病人，他的妻子在住院，而且是这种危及生命的疾病，所以说你可以想象罗的压力非常大。在那段时间里头，只有一回，由于一场厉害的大风雪，我没有像每天例行的陪我太太6到8个小时。你想那时候罗每天都要开车到医院里头陪他太太6到8个小时，风雨无阻整整21个月风雨无阻，只有一天是因为那个雪太大了，路封了，走不了了所以说你可以看到罗跟珍之间的感情因为你说为什么他不陪床在美国没有陪床的这个概率没有这个概念所以他包括他这样天天来看，都已经可能是违反了医院的相关的有关的规定，都是一种特例了。在美国住院不需要陪床，也不需要陪房这是中国特色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安排但是这个对病人家属来说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和折磨，对其他病人来说也是一样但是没办法在中国住院基本上来说除非那种特别的严重的艾滋那是以外正常的普通的住院都需要家属在旁边陪床。对，这样的话医院可以减少很多他们的工作量一种日常的工作就可以减少，比如这种端茶倒水这种对病人的这种安排和服务就可以减少他们的工作量了但是在国外不是国外都是不需要陪床，就这个病人从住院一直到出院就是没有一个人陪，没有人陪护也没有任何问题。对，他在4月住院之后有好几个礼拜，我不知道珍会不会再做出任何通灵的工作来他都住院了，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做通灵。为什么？因为医院那种嘈杂的环境，你想都是病房、病人、医生、护士进出出，一会儿来检查这个，一会儿检查那个一会儿这样，我都不知道他能不能做这种通灵的工作了。既没有安静的环境，还经常被打扰
而且当时的状态不好，那真是在生病着，浑身疼痛啊，痛苦难忍，躺都躺不好。那罗呢，每天往返折腾，然后每天要陪着他啊，处理家里的那些事情，还有他们正常的打字、出版、校对这些正常的工作，还都要做，一样都不能少，还要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自己给自己做饭啊，照顾家务啊，做家务等等这些事情啊。但是3个月以后啊，他令我惊讶的开始了一连串的对话啊。真在住院的头3个月是没有做任何事情啊，没有做这个跟赛斯资料有关的事情。3个月以后开始了啊，类似于他曾为心理学家及哲学家威廉詹姆斯以及画家保罗塞尚制作的那种世界观的资料一样啊，他开始说内容了啊。真再一次的被我有关艺术以及相关知识的问题激发了灵感。当他开始新的方案的时候，他说，至少我觉得我在做一些自己天生该做的事情。哎，这句话很重要，他天生该做的事情啊，这就是一种天赋。他在1983年9月讲完了他把这部分内容讲完了啊，就关于艺术的这部分。然后呢，在接下来的4个月里，他又口授了一连串大半是短短的啊个人性的赛斯资课啊，一共呢有71节课啊。他在1984年的1月2号结束了那个系列啊，结束了那71节课啊。这些课呢都会放到私人课里面去啊。他第2天便开始了健康之道啊，就从1月3号开始，他1月2号结束了那71节课。关于一些短短的赛斯讲的关于个人的很个人性的东西啊。然后在之前呢，他又讲了几个月的关于艺术方面的内容。你看他这住院期间一直没闲着啊。他等于传了3份按照归类来说传了3类资料啊。一个是讨论艺术的啊，对，他讨论了几个月啊，讲了几个月啊。然后呢，他又讲了这个4个月讲了71节课啊。在整个期间健康之道是他现在要讲的啊。我们并没有明确的告诉医院里任何人我们在做什么，他并没有正式的跟医院说我们在干嘛，我们在通灵啊，我们在，对，他没有正式的讲过啊。医院的职员接受我们一般性的解释啊，我们是作家，只是在写作而已啊。医院的医护人员都认为他们就是作家，只是用这种方式在写作啊，并没有说我们跟什么通灵啊那等等啊，全都进行的很顺利啊，没有人去干扰他们。纵使记录上显示着我们经常被打断啊，不过无可避免的显示在此的健康之道，其中必有许多的节略，就是省略的并非是赛斯资料，而是节略了真和我写的东西，就把他们个人的东西都省略了。我欠了安柏亚伦出版社的老板 Jenny 米尔许多事情他欠人家出版社的这些，他答应帮人家写很多东西，他给我相当多的帮助。我们看得出来，如果每一节课的所有周边资料都包括进去的话，那这本书会非常长的，所以说他没有包括进去，他只写了跟赛斯跟真有关健康有关的一些主题举例来说，我有不少我认为会增益赛斯资料之观念的个人经验和洞见，他个人的感受，他作为病人的丈夫家属他有自己的感受和经验和洞见的。但是该怎么省略，哪些应该放进去呢？何时应该停呢？这对我而言就造成了一个难局不知道应该把自己的洞见写多少进去如果写太多，就会变成了一个他自个人的一本书了。如果写太少呢，那我又觉得他这些观点呢其实是帮助对这个赛斯资料是有增益的。当真在1963年开始口授赛斯资料的时候，我对我们将会流传下来的记录非常的自觉不是与赛斯，却是与我们生活有关的部分。他说除了赛斯资料以外关于他们生活的这些细节
他也非常自觉地记录下来。其一，不可避免的会增益另一个啊。他说这种对生活细节的记录也会增益啊赛斯资料本身，确实是这样啊。很多人读赛斯资料啊，它的功利性特别强啊。我见过很多人读赛斯资料，他说我不想听这些罗和珍他们俩的家庭的这些琐碎的事情，这些婆婆妈妈的，我只想听赛斯这些很高智慧的东西。我觉得那样才不会浪费我的生命，浪费我的时间。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情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啊。包括他们在听课的时候也想听我在分享和讲课的时候，他说我们只想听麦克讲，我们不想听别的人来分享他们所谓的那些啊，尤其是一些啊讲话比较长比较啰嗦的人，我觉得我不想听他们，我没有耐心听下去啊，我只想听我啊想听的这个啊，就是很有智慧的这部分的内容。这块我想说，这个罗用这句话来回答了你啊，就是你看似这些不重要的东西，其实在增益了赛斯资料本身。因为赛斯如果单纯讲它的内容跟他们的生活之间没有关联性啊，也不能反映在他们俩的生活的改变上，那这个赛斯资料就是属于形而上学的一种空中的一种状态。与之相对应的比较类似的就是道瑞资料，如果你看道瑞资料，那就全是没有任何生活上的记载啊，全是道瑞说什么什么，他们问道瑞什么什么。对，大家觉得啊，这个非常的干货啊，全是满满的干货啊，这个才符合某些人的这个啊兴趣，他觉得这样很好。但是这也反映出整个道瑞资料里面缺乏了人文关怀和这个情感的链接，也就是没有温度。道瑞资料整个读起来，他的那种虽然他经常会说我爱你们人类啊，我关心你们呀，我啊祝福着你们等等啊，但是你读出这些文字来里头，你从中间感觉不到那种温暖，感觉不到那种温度的存在。对，不像赛斯资料这样读起来让人就像一个老朋友跟你聊天一样，娓娓道来的这种温暖啊，内心的安定踏实啊，听着的非常的舒服的那种感觉是没有的啊。所以这里面大伙一定记住，他们两者是互相增益的。到底是怎么增益的，很难用语言把它描述出来啊，你只能是一种感受和感觉。它增加了两者的奇妙复杂性啊。很久以前我便开始相信，没有一样事物是存在于孤立中的啊，这个观点是对的啊。整个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没有孤立的事情的存在。所以说生活中的这些琐碎的事情跟赛斯想讲的东西之间并不冲突和矛盾。如果说你能从这种小的生活中的琐碎的知微见著的这种状态下啊，你从一个小的事情上都能推广到很多的事情上来说啊，那你就有这个能力了啊。如果你不能啊从生活这些琐碎的事情中啊领悟到这些隐藏在背后的这些他们的整体性和一体性啊，那你还需要好好去学习啊。整个世界是联系在一起的啊，任何一个点都可以让我们去领悟世界的真理，哪怕鸡毛蒜皮的生活的琐碎的这些点点滴滴啊，包括你所谓的这些口角啊、争吵啊、这些矛盾啊、这些烦恼啊，也是蕴含着很多的真理在里面的。真理永远不是像你想象的啊，金光闪闪，把它供奉在一个高高的架子上面啊，我们要在底下跪拜啊，要沐浴净身更衣以后才能去研读它，不是的。你生活中的每时每刻啊，都是真理的展现啊和彰显啊，这是这个意思啊。劫掠掉某些记录，显然会留下一些空隙，难说是个原创性的概念。不过我们却看到，那是在我们日常生活表面活动里常常被忽略的一个概念啊。他说我们会劫掠一些东西啊，我们会省略到一些东西，那这是一个正常的啊，但是没办法。如果我们对自身的物质以及非物质生活及其他层面啊给予了更多的注意，不论他们是何时发生的，都可能对我们大有注意。他如果我们对生活的其他层面都很多留意和注意的话，它会增益我们的啊。我们关注到他们何时啊，就按照我们人类的时间来说，什么时间发生，对我们理解这个资料，对我们理解这个物质生活和非物质生活
都是大有增益的。所以说，对于生活，我们有更多的觉察，更多的觉知，不是说我们只关注赛斯资料本身，只关注到这些所谓灵性的这些讲座、这些课程本身。如果你把很多精力放在观察自身的生活上，你一样可以得到很深的洞见和认知的只要你去观察这些事件和事件之间的内在的联系，它们之间这些微妙的这些变化和看不见的后面的那张网那个场，如果你对他们有很多的观察和觉察的话，你慢慢的就会有很深的洞见，而这种洞见是来自于你的，而不是别人告诉你的。所以说罗就想告诉我们，生活中能蕴藏着很多真理和真相的。我们更多的时间其实应该观察我们自己的生活当然我们学习知识有的时候也是需要的，但是不是必须的，不是说一定要学习生活的知识，不学就不行不是一定要学习这些赛斯资料，一定要学习什么佛经这些智慧的资料，不是的你就算这些什么都不学，你对生活只要足够细心的去观察，你有足够的敏感度足够的洞见，你一样可以获得非常深的领悟在里面，比你学这些赛斯资料领悟不一定少。他说，但是我们能够任何人如何能够带更多的与生俱来的知识到意识上而加以利用呢？简单来说，我们怎么才能把我们的人生的这些潜能给它都发挥出来呢？把我们的一些所有可能性的自己，平行时空里的自己，所有轮回转世的自己，生生世世自己所具备的那些潜能，在我们这一生都把它发挥出来的呢？这句话。举例来说，怎么才能变得更深刻的觉知我们的梦的事实以及含义呢？对，他就说怎么能获得这些更深的洞见呢？怎么能从我们的梦里头获得一些知识汲取一些营养呢？等等，以及他们加注在我们生活的极大的影响呢？这些梦对我们有什么影响？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影响很大，但是到底怎么影响的呢？怎么能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呢？我们的梦往往是进入其他实相的门在梦的很深的最第几到了第4层梦以后，第4、第5层梦以后它就是其他实相的一个入口了。这个是讲过的。然而我知道我们正越来越深入心灵珍和塞斯的共同的作品，就这本书，包括以前的这些书，还有他的诗以及其他的作品，都提示出这一点，就是我们的心灵是越来越深入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们意识的深度和广度都随着我们学习赛斯的资料不断的被拓展。我们的心灵的伟大的禀赋全都在那儿等着省略号他说你不用担心我们所有的潜能，所有的禀赋都在那里等着我们呢我们只要慢慢的深入进去，我们不要急不要着急，我们有无穷的时间来让我们掌握。就是那些着急的人，他对时间的理解还是基于3维世界。他说我要不抓紧时间，我要不有效的利用时间，我的时间就被这么浪费掉了，是没有意义的不要慌，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来用你有无穷无尽的时间你只需要慢慢的去品味和体会你人生中的这些潜在的能力，让他们以他们最美的方式展现出来，在你的生活中体现出来，绽放出来就可以了那这个呢是罗最后写的，说罗伯兹于纽约州埃尔梅拉1997年9月份，他还住在那个埃尔梅拉的老房子里面但是呢已经距离真去世13年之后的事情了这就是这本书的前言部分。然后呢这部分的内容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儿，那后面呢是它的正文部分它分成几部每一部有若干章每一章里头有很多节这是这一本书的它的这个内容和结构好了，关于这部分我们就先介绍到这儿。那最后祝大家都有神奇和美好的一天。